嗨，我们现在在桃园。嗨，我们现在在桃园机场。嗨，我们现在在桃园机场。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国了。看大家都在出国，然后这次终于轮到我们要出国了，非常开心。久违5年的出国。那我们这次要去瑞法10日游，算是补一下我们还没有办的蜜月旅行。好，那现在要出国，你有什么话想说？期不期待？兴不兴奋？兴奋，期待又兴奋，对不对？有人很害怕，我好怕扒手，紧张、焦虑到睡不着。好，那这趟旅行呢，我主要都会用这颗镜头1635 GN2代的镜头来拍摄。那我在拍摄的过程中也会分享一下我最近使用这颗镜头的一个使用心得和体验。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旅行哦。好，那我现在准备要去登机了，那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颗镜头的使用心得和体验。拜拜，好卡掉。OK，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法国巴黎，现在在车站等车。其实我们昨天就已经到了，但是昨天真的太混乱了，而且又太累，所以我昨天都没有空来拍影片。然后我现在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我要买这个1635 GN2代的镜头的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原本最广的广角就是20mm f1.8G 的那颗镜头，那颗镜头在录影的时候它还会有裁切，所以它其实相对的那个画面会不够广。那像我现在使用这个16的焦段呢，我手不用拿很远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这样子自拍去讲话。但是如果是20那颗后，可能手还要再往前伸一点才有办法去讲话。但这样我的手其实会伸比较直的话，就比较容易酸。然后这样子手拿近一点的话，脸不会比较大，然后手也比较不会酸，所以这个是我会选择这颗镜头的第一个原因。然后再来第二点，因为我的使用场景主要都是旅游拍摄居多，所以像是室内吃东西拍拍美食，室外拍拍风景，或是帮老婆大人、毛老大拍拍照这样子。那这个镜头呢，16焦段就很适合你在室内拍拍美食啊，在室外拍拍风景这样。像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坐在毛老大的隔壁，我用16这个焦段去拍它，也不会觉得很靠近，拍起来人很大的感觉。那在35mm 焦段呢，我又可以拿来拍人像，然后去做一个人带景的一种拍摄，所以真的是还蛮适合旅游拍摄使用。然后再会买这个镜头的第三个理由呢，就是1635那颗其实有出一颗 F4G 的镜头，那颗镜头呢，它其实非常的轻便，我之前也很犹豫要不要买那一颗，但是呢，1635 GN2代这颗镜头它有恒定光圈 F2.8，可以让我在室内啊昏暗的环境都可以很正常的拍摄，就是感光度可以比较高，然后我就可以比较容易去做拍摄这样，所以最后在轻便跟大光圈之间，我还是选择了大光圈。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瑞士啊，瑞士这地方真的很漂亮，而且很清幽，附近都没有什么人，附近人没有那么拥挤，就很清幽这样子。然后这边就很外国的风景，给大家绕一圈看看。然后呢，昨天已经讲了我为什么会买这颗镜头的理由嘛，那现在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颗镜头它有哪些特色。那第一呢，就是它的体积变得比较轻便。那这轻便呢，是跟它的一代镜头1635的 GM 一代镜头比，它是比较轻便的。但是它跟2470呢相比，其实是差不多的，它只是比2470短那么一点点。然后如果你是跟1635那颗 G 镜 F4 的镜头比的话，它其实是大很多的。所以你说它轻便吗？是有比一代轻便，但是以 Vlog 来讲，我觉得它还算是有点沉的。就像我现在这样子讲话，其实我手已经开始有点酸了。因为我是 A74 加兔笼，然后再加这颗1635的 GN 镜头2代，是没有办法做长时间这样自拍举着拍摄的，因为真的太酸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追求轻便的话呢，买 A7C 或买 A7C2，再搭配1635 G 镜 F4 的那颗镜头，那可能才会比较轻便。不然全画幅，然后再搭这颗1635 GN 2代的镜头，其实是蛮重的啦，会喘欸。OK， 我现在在霞慕尼，现在这边的风景超漂亮。那我继续来讲一下这个镜头它有哪些特色。好，在这个镜头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 0.22 公尺，最大放大倍率是 0.32 倍。那它这个都是在它的35焦段的时候才是有这最近跟最大放大倍率。像我有一颗35mm f1.8 那个镜头呢，它的最近对焦距离也是 0.22 公尺，但它最大放大倍率只有 0.24。所以呢，1635 GN 2代这颗镜头，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和最大放大倍率其实是还蛮优秀的哦。像我前面也有讲到，我会拍室内嘛，然后也会拍一些美食。那这个镜头这个放大倍率呢，
就也很适合拿来拍美食哦。另外呢，因为它的焦段也比较短嘛，所以它很适合拍那种室内啊，然后拍房子开箱之类的场景。然后也因为它这个焦段很短，所以它能够离被摄者比较近，那你们就可以比较有多一点的互动，然后有互动能拍出比较有互动感的照片这样子。然后再因为它可以靠近被摄者嘛，所以这个镜头也很适合拿来拍小孩。像我用这个镜头拍摄我儿子奶具的时候呢，我可以离他比较近，然后离他比较近呢，我也可以同时兼顾他安全，就不怕他跑步跑到一半跌倒这样子。然后像我现在人在欧洲嘛，然后在欧洲其实很怕被偷东西。然后我在架脚架拍摄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离我相机近一点，这样子就也可以降低相机被偷走几率，就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再来呢，它的口径是82mm 的口径，然后我2470 GN2代那颗镜头呢，它也是82mm 口径的镜头。那这样好处就是我的滤镜不需要再重买，我就可以两者都通用。那也是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呢，其实我滤镜我都会买82的，这样子如果遇到比较小的镜头，我们就直接往下转接就好。那如果你是买比较小的滤镜呢，你就没办法装在比较大的镜头上面，这是一个小 tips 跟大家分享。好，在最后一部分是它的画质，1635 GN2代这个镜头呢，它的画质真的很棒很锐，没有话说，就跟2470 GN2代那支一样，非常的棒，非常好。这就是直上这颗 GM 镜头的好处。你这样就不会一直熊康，一直想说啊，我没有买这个镜头，会不会其实这颗比较好啊，还是什么的？直上就对了。然后呢，我觉得这颗广角镜头它的广角畸变控制的很好，就是你不会觉得它广角变形的很严重，不会像 iPhone 或是 GoPro 那样子拍起来很明显的有那种弯曲畸变的感觉。但是当然你在拍人的时候，还是尽量要把人放在中间，不然那个人会变得很奇怪，比例会变得很奇怪。对，这颗镜头的畸变控制的非常好。昨天山上雪景是不是很漂亮呢？好，我们现在来到新的地方叫安息。那我在这边继续讲一下这颗镜头有哪些缺点啊，也不能说是缺点啦，就是有一些让我觉得可惜，或者觉得有些不习惯的地方。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价格，这个1635 GM 的2代镜头呢，它的价格大概是68000元，相比2470 GM 2代那颗镜头呢，那颗镜头是56000元，它比那颗镜头呢贵了12000多元。我觉得一颗镜头卖到68000，其实已经算蛮贵的啦。对我来讲算蛮贵，所以买完的时候就觉得心好痛，怎么会这么痛？太贵了，还在分期。好，马老大他现在已经逛完街，那现在陪我一起边逛街边继续讲这颗镜头的第二个缺点吧。那这颗镜头的第二个缺点就是这颗镜头在使用滤镜的时候会有暗角。那这个暗角呢，我身边有的滤镜有两个 Nisi 跟 Valiant 这两个滤镜。那这两个滤镜呢，在使用 Nisi 的时候，它在18mm 以下的焦段呢，它就会有暗角出现。那如果你还要套上 Halo 的滤镜呢，那它就会变成20mm 以下就会有暗角出现这样。那如果你是使用 Valiant 这个滤镜的话呢，它16焦段的时候呢，会有很轻微的一个暗角，但是这个暗角非常的轻微，非常的不明显。那如果你再套上 Halo 呢，它其实大概也是17mm 左右会有暗角，但是那个暗角也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所以我现在这颗镜头常做的滤镜就是 Valiant 这个滤镜。那你问我为什么会有两个滤镜呢？不要问，我就是有。好，再来呢，因为我使用过2470 GN2代那颗镜头，那颗镜头有一个切换钮是可以切换 Smooth 跟 Tight 这两个模式的切换钮。那用过这个切换钮之后呢，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像我平常在使用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切换到 Smooth。当我没有要使用，我需要收到背包的时候呢，我就会切换到 Tight 那个模式，让它放到相机包里面的时候呢，它的镜头不会这样子伸缩。所以我刚刚换到1635 GM 2代这个镜头的时候呢，其实我还蛮不习惯的。每次把相机放到相机包的时候呢，我都下意识的想要切换这个按钮，但这个镜头是没有这个切换钮的。那在最后呢，就是这个镜头想要缩到最短的状态呢，是在35焦段的时候。那这就跟一般镜头在使用的时候习惯是不太一样。一般镜头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是转到最小焦段的时候，它的镜头长度是最短的。但这颗镜头它是转到35mm，也就是它的焦段是最长的时候呢，它的镜头才是最短的。那这就是会有点不习惯，导致我到现在还是常常会转错边。像27那颗镜头，它就是很正常，你就是往左转，那这个镜头就可以变成最短。那现在呢，这个镜头就要往右转，可能缩到最短。那这就是我目前还不是很习惯的地方。
好啦，那旅行现在也来到尾声了，我明天也准备要搭飞机回台湾了。然后1635GN 2代这个镜头呢也介绍差不多了。那最后我就再来讲一下我的结论，让大家在挑选这颗镜头的时候呢，能够知道这颗镜头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首先呢，这个镜头我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颗很适合记录生活的镜头，是一颗最适合带出去旅游的镜头。虽然广角它比较不好构图，拍起来可能会比较杂乱啊，然后看起来比较没有什么特色。像我这次欧洲旅游照片，其实蛮多都是看起来蛮生活化、蛮普通的照片。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生活化的照片，然后让你更能够感受到当下的氛围。你看到照片呢，你就更能够感受到你当下旅游看到的东西啊，感受到的气氛啊。那个东西对你来讲应该是最独一无二的画面，虽然它比较不容易拍出那种大片的照片啊、影片，但我相信它绝对是最能够保留你生活当下的一颗镜头。像我以前呢，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用广角镜头拍摄，因为我用广角拍摄的时候呢，都觉得看起来照片蛮普通的。那其实反向思考啊，因为这颗广角镜头不好拍，所以它更能够帮助你去练习构图。你在拍照的当下更能够去好好思考该如何构图才能够拍出好看的照片。透过思考呢，你才会有进步，不断的练习，你就可以不断的在进步这样子。另外啊，这次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啊，真的其实蛮多城堡啊、教堂啊、风景啊，还真的是要靠广角才拍得进去。所以1635GN 2代这个镜头呢，你带来欧洲旅游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讲到构图呢，像我使用的是 A74 这台相机。那 A74 这台相机呢，它的画素有3300万画素。那其实3300万画素呢，你在裁切过后呢，它的画素都还是蛮够用的，让你放在社群软体上啊、FB 上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像我在拍小孩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拍小孩真的是很慌乱啊，就是大概抓拍一下就拍完了。那像我在拍摄当下都会拍得比较浪一点，所以回来之后呢，我都会再做一次2次构图，让画面呢一些比较杂乱的东西去除掉，然后保留住你的精华部分，这样照片看起来就会比较好看一点。不然小朋友一直在那边跑来跑去，我当下是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做拍摄的。所以啊，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记录生活、喜欢旅游，然后旅游过程中呢会有自拍的需求的话呢，那我觉得这颗镜头就还蛮适合你的哦。它能够带给你很多具有生活感的照片，虽然它不像长焦镜头那样可以带给你一些很特殊的画面，但是我相信广角镜头拍摄出来的那种生活感是长焦镜头绝对无法取代的。而且透过广角镜头拍摄出来的照片、影片呢，你才看得出来你的人是在哪个地方，你也能够看到你的背景是哪里，这样你才有办法去回忆你的旅游，这才是旅游的意义，不是吗？好啦，那很感谢你们影片能够看到最后，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次介绍镜头的方式。那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好，再来呢，第二点，我的使用情境呢，主要都是旅游拍摄在使用的。在广播，我现在没办法讲话。怎么还有？可恶！可恶！他一直干扰我。